东地树你们见过吗？我也是头一回。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之工小米。这个东西是装在电锤上用的，前面那个头呢和我们的冲击钻是一样的，带了一个金刚头。这个师傅说呢，平时是用来疏通线管的，比如说有水泥啦什么东西掉进去，用这个可以疏通。今天想试一下，在这个地砖下面钻一个孔穿线。厨房的位置呢，这边有一个冰吧，这个冰吧呢要供电。这一套设备是后期添置的，所以当初做水电的时候没有在这个位置预留地插，现在想要改一个地插进来，这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如果能穿过去那当然是更好，穿不过去那再想第二个方案。冰吧的位置呢就确定在这里了，刚好要把地插呢留在这里边，后期呢可以压得住。具体位置呢现在已经比划出来了，我的角色呢主要是把这个地砖给切开了，将来把这个地插呢给预埋进去，就是和这个插座来取电，从这个位置一直穿到冰箱下边，如果距离不够呢可以再起冰箱下面的砖，那个时候呢也可以压得住，不影响。方案确定，现在开干，我得先把这个底盒的位置给它切出来，后期通了线就把地插呢预留在这里。切割用的是专用的瓷砖切割片，这个好处就是切割的时候瓷砖不容易崩瓷。切的时候必须加水，防止灰尘满天飞。锯片切割4个角是完全切不到的，必须用玻璃钻头呢，在4个角的地方开个孔。这一小块砖想要保留是保留不了了，必须得给它砸碎的。下面这一层呢就是贴砖的砂灰层了，再往下面呢就是电层，电层下面就是地暖管了，所以我们刨的时候也得小心翼翼。这一层呢是沙子多水泥少，所以凝固的不是那么硬，很轻松的就刨下去了。好了，底盒现在是做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看用冲击钻装上这个钻头，打一下这个孔试试。这么转起来感觉越看越像马桶的疏通弹簧。师傅把这个钻头的角度呢做了一个调整，防止它向下转，那样的话很危险，万一打到了电层下边那就是地暖管。干这个活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，没有经验。有这方面经验的老师傅呢，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或者方法或者是什么工具之类的。我们转了10几分钟，效果不理想，一共转进10多公分，最后转的这个管都有点发烫了，手都抓不住了，塑料管都融化了。因为这个杆像弹簧一样比较软，电锤装上去打不出那个冲击力，只是在那转，所以它也进不去。最后想了个办法，说把这个头给它切掉，切掉后只保留半截这个套管，用这个套管带一个月牙状，然后再试一下。想法是很好，总认为说这个月牙状我们在水泥里面转的时候那效果会好，但是在我们实际使用当中呢，效果其实并不好。最终呢，在我们几人的协作努力下，成功的钻进去20厘米，最后大家统一都放弃了。最终问题没有解决，必须得整出第二套方案了，找了一个瓷砖条。现在是在地砖上画线，然后进行地砖切割。这个方法最终肯定是不完美，但是可以完美的解决铺卸的问题。我们这个槽只要开好了，里面就可以下入电线，最后找美缝的把这个缝隙呢做一个美缝。这个槽看起来挺宽是吧？那是经过我们研究，一次装了2块切割片，然后2个切割片同时切的话，这个缝隙就加宽了。切割深度呢大概有2公分左右，后期有2公分的话，下线和美缝空间都足够了。在拐角的这个地方呢，用玻璃钻头打了一个孔，将来线在这个地方是要拐弯的。后期等这个缝隙干了之后，2根线呢就这样重叠压进去，最后做美缝。现在槽里面有点潮湿，
分享这个视频呢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后期装修呢，有很多客户确实也有这方面的需求，有这方面经验的老师傅呢，也可以做一个分享，大家可以互相探讨。这样处理呢，确实是一个低成本的处理方法。大家应该也考虑到了，如果是实在不行呢，那就是裁了砖换砖了。客户家都是1.5米的大砖，裁有点浪费。